大家好，我是黄九，欢迎收看本期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小米刚刚发布的13 Ultra， 千呼万唤啊，终于来了。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 ID 啊，咱们单就论外观 ID 的话，满分10分，你给几分？欢迎大家评论弹幕。我手里这台是它的橄榄绿配色，还有黑白，这个是它的白色版。忘情一刻，徕卡光学，哇哦，特刊。展示卡片13 Ultra 16加上512白色，这是一个原来这是一组滤镜连接套装，有2个镜片，还有一个连接环，这就 OK 了。专门的连接手柄，还有挂绳，这就是它的完成体了。哇，这个按键真的非常的相机感啊！这一套我们在影像环节再好好跟大家体验一下。哇，这个白色的好漂亮。直接精致了1个度啊！90瓦的有线充电，还有50瓦的无线充。实话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ID 设计的时候，真的还是适应了好长一段时间，尤其是这个绿色，但是这个白色版本确实要更加好看。这次 ID 可以说是超级大改不过呢，也能看得出来它是家族化的延续，就是中间这个大的奥利奥的这个模组，最大的风格改变就是它的金属中框，这次是向后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延伸这个白色的版本侧边是一个银色的金属中框，而这个绿色的就是一个金属绿稍微有一点点色差，但是一体性我觉得做的还可以了。顶部呢这些开孔全部都在一条线上，然后底部也都在一条线上，它的规则感做的还是不错的。中间是一块素皮，上一代的时候它是这个素皮向前收这一次是金属向后收。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这个侧边它做了一个斜坡式的设计，实在是没办法，这次的这个硬件是天花板中的天花板了，所以必须得做的比较厚了。镜头位置是15.4毫米，你没有听错。然后即便是最底部这里也达到了9.06毫米。所以如果你想特别轻薄的话，那这台机器肯定就不是你菜了可以给一个特写，它这个金属中框跟它上半部镜头凸起的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棱，在视觉上，尤其是从侧边看过去的话，确实还比较厚。不过也能感受到小米是使尽了浑身解数要给你感觉上更薄一些，包括两侧收弧，然后底部还有就是正面的侧边全都做了这角度比较大的倒角处理。顶部这里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向前这个素皮做了弧面，然后这倒角幅度也比较大，而且它边框注塑条的位置也都做了对称式的处理。其实光如果打上去的话这个深色的版本我估计黑色也差不太多，那它这个斜坡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但是这个白色的版本斜坡感觉就要好很多，所以这次我还是主推白色版本。重量是227克，因为它镜头太大了，大家可以听这声音，上一代的。上一代呢，这镜头模组虽然比较大，但是呢，它是几近让它靠上一些。但是这一次呢，应该是镜头实在太大，还有3颗非常顶的镜头，没办法，它放的是比较靠下的，而且呢，这个奥利奥这个圆柄做的也比较大，所以在尺寸几乎没什么变化的情况下，你单手握持的时候，我这个手可能稍微长一些，这个食指总会顶到这个镜头的下缘。你在线下体验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但是我在12S Ultra 上面就没有这个问题。如果要是手小一点的，应该还好正面也是一个曲面屏，这次它的玻璃的曲面弧度做的还是比较大的，不过它屏幕曲率并不是特别大，即便你正对着它，两侧偏暗和偏绿的问题呢也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一点做的还是值得点赞。顶部要稍微宽一些，比两侧，然后下巴呢又比顶部再宽一些是3个尺寸。这块屏幕还是非常值得说到的，它是小米和华星光电一起联合研发的一块6.7英寸的2K 屏幕。之前我们经常说国产 1.5K 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国产2K终于是来了。 PPI 呢是达到了522，而且官方宣称它的亮度非常高。
全屏最高亮度达到了约1320尼特，这已经非常高了啊。不过啊，提醒注意，它的手动最高亮度，反正我们当时测试的版本啊，还是小米祖传的约510尼特，比起华果 OV 还差了一点啊，特别是绿厂这边的820尼特。底层方面，这华星最新的 C7 发光材料，2K 类钻排列，精细度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关于侧看偏色问题啊，我们也同环境实际拍了一下，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根据过往经验啊，不同屏幕显示差异在这里会较大，在意的话建议你线下上手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频闪问题，我们数据库实测约80到85尼特以下啊，为高频 PWM 调光啊，以上就是 DC 了。护眼这块国产屏一直是比较激进的。屏幕功耗方面，我们直接和它自家的13 Pro 三星16对比，用白底功耗啊减掉纯黑功耗，100尼特白底静止，两台手机都自动进入了1赫兹啊。13 Pro 是0.279瓦，13 Ultra 0.264瓦，稍好一丢丢。350尼特白底静止，13 Pro 0.93瓦，而 Ultra 这边呢是1.06瓦。我们手动调整到约510尼特，60赫兹刷新率的情况下，13 Pro 是1.57瓦，超大杯是1.77瓦，这功耗高了约0.2瓦，大概13%。在低亮度下，华星这块屏幕的功耗控制还是 OK 的，但是随着亮度越来越高啊，三星屏幕就有优势了。在去年我们频道国产屏幕发展专题视频之中说过啊，国产屏幕非常有进步啊，聊到过国产屏幕这些年真的是有进步有超越啊。华星的这块 2K C7 啊，这次做的确实非常强了，在精细度、色彩、亮度等方面均达到了三星顶级的16水准。OK， 我们再来看看 HDR 视频播放。性能方面呢，不出意料的还是8x4的这套组合，而且还有一个小点啊。老裴，来帮我刷个机。这什么小米呀？这9.5G 的文件不得传个10分钟啊？我操！难道这就是 USB 3.0吗？5000毫安时的电池，我们数据库走起。8Gen2的跑分和能效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啊。13 Ultra 我们直接上游戏，王者高清120不出意外一条直线，着重看一下功耗，4瓦和 OPPO 一致啊，比13 Pro 稍高一点儿。原神实测依旧支持更高的864P 分辨率啊，很值得点赞。你需要手动打开高质量864P 画质下呢，平均帧率是59.4帧，也是几乎全程直线啊。不过在测试过程中呢，它的最高温度也到了46.3摄氏度啊，过了45。注意啊，此时的屏幕亮度它降到了280尼特，温度下来之后呢，这亮度又会升回去。不过这个调教整体还是比较刚的，它全程呢没有降帧率，也没有降画质，最后的功耗呢也达到了6.3瓦。数据库标准的720P 啊，还有59.5帧啊，接近跑满了，波动也比较小，只有1.8。我们内部主观体验上啊，基本是这几台手机里边调教最流畅的，但是也有一点小牺牲，就是它的功耗要偏高一点点啊，5.9瓦，比13 Pro 呢高了约0.7瓦，不如 OV 了。把温度结合进来看的话，最高是到了44.3。和13 Pro 是一样的，功耗更高的同时，它温度还一样啊！看来这次超大杯加强了散热啊！我们查了一下，它用的是环形冷泵散热技术。简单点说呢，就是气液分离啊。比如这样一块板子，这左侧为液体通道，这右侧为气体导热通道，这液体回流没有对撞啊，这就加强了导热效率，而且形成了循环，散热能力理论上是比传统的 VC 是有所加强的啊！这里小米也值得点赞。数据库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啊，16GB 版本的13 Ultra 用时97秒啊，排名靠上啊，但是在测试过程中也出现了动画加快和预加载的现象。大家在今年非常在意的续航方面啊，这5000毫安时的电池，小白测评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剩余62%啊，数据库排名中等，稍微上面一点。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剩余了9%，极限续航测试直到把它干到关机啊，这台机器总共坚持了5小时54分钟啊，放在以测机型中也是中等，稍微前一点，比小米13 Pro 要少了几分钟。其中一个方面应该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它的屏幕基础功耗比16稍高了一丢丢。当然，初期版本我们发现它有些环节掉电还是不太稳定啊。等后续大版本更新之后，我们在第一时间重测啊，更新到小白 Spring 数据库小程序里面，你随时关注即可。这次小米在电量接近0的时候，它会自动进入超级省电模式啊，应该就是为了应急使用。大家觉得这个做法有用的可以扣波1啊，觉得还不如把电量加到最前面的可以扣波2。充电方面，90瓦有线实测5分钟充入22%，半小时充
充入86%%，前台100%，总共用时40分钟，完全充满用时46分钟。影像上呢，外画的这个镜头上啊，不管是绿色还是这个白色，它都有一个淡淡的金边处理，光打上去的时候还是挺显精致的。硬件配置呢，肯定还是1英寸的 MX989是它的主镜，然后这次它加上了3颗 MX858，包括这个潜望镜头，4摄6焦段，然后全焦段呢都是大光圈，天花板3个字打在公屏上了啊。能和徕卡再玩出什么新花样，我们也是拍了不少。今年从前面的 X90 Pro 加开始啊，就追求更全的焦段啊。那期视频我们也仔细聊过，这次更远和更全，小米表示啊，我全都要。先说拍得远啊，原生5倍的潜望长焦配合 f3.0 的大光圈，硬件水平到顶了。这次长焦带来的魅力还挺明显啊，就比如这条林荫小道啊，在1倍镜头下就显得过于杂乱了啊，切换到5倍，这感觉立马不一样了。13 Ultra 的4支镜头啊，覆盖了12到120的焦段啊，并且通过在中间设置虚拟焦距的方式啊，相当于同时拥有了6个焦段，不仅更全，另外3颗镜头还很齐整啊，都是858。发之前呢，我们也注意到了网上有很多讨论啊，12S Ultra 上的那几颗586，底确实更大一些，但确实是5年前的产品了。这颗新镜头呢，是索尼目前唯一支持 MCSS 多摄同步系统的镜头，它的好处就是功耗低，好协同调教，这个光圈也容易做得更大一些。不足呢就是它的底很小啊，只有2.51%，这也是在之前被很多人吐槽的点啊。这底小呢，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它的体积更容易控制。毕竟现在这套啊，它的体积你拿到手之后应该有感觉啊，就稍微有点逆天了。使用同样硬件的副摄是为了多镜头一致性啊，这长焦和主摄的色调基本一致啊，就是超广角稍微有些偏暗了。不过既然是 MCSS 加持，这后期的版本还是值得期待的。调教压力就给到了小米有限工程师了，989老朋友了啊，并且这次还配备了 f1.9 和 f4.0 的2档可变光圈。不过面对可变光圈，我们的主观观点还是和华为那期一样啊，可以有，但确实没啥必要。这阵子我们拍下来整理了 N 多样张，用到4.0的场景极少，绝大多数用户 f1.9 其实就够了。当然，如果要是定位相机的话，那可以加上。白天场景下，各家顶级旗舰真的都拉不开什么差距了啊，还是色彩取向的不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白天光线好，大家差不多都已经卷到头了。徕卡、蔡司、哈苏、Xmage 4大天王啊，1、2、3、4，大家喜欢哪种风格？你可以评论弹幕走起。这阵子的白天拍摄，武汉都是阴天啊，这组比较有代表性。这小米的观感最为浓郁啊，暗部压的最多，风格化难免就损失部分细节。主体花组要论最还原的话啊，是 vivo。华为这里识别采用了4.0的光圈，感觉有些失去了层次感。从光圈虚化上来说，小米 OA 都是 OK 的啊，相对自然。我们再放一些生动和经典的对比啊，这一代的徕卡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在影调感上更加克制了一些，之前浓郁的风格稍微收了一点，计算感没那么浓了，强化了一些真实感。配合相机里面的一些风格滤镜啊，各种照片还是挺有感觉的啊。夜景方面，江边的光线比较复杂，小米这里天空啊有一点点泛紫啊，显得不太纯净了啊。这张绿场主观还不错。这组路边的随手拍啊，如果忽视一下偏色啊，当然我知道很难。华为将它大光圈的优势在这里算是体现出来了。放大看近处的地面，这种细节部分其实是很考验调教的。华为和 OPPO 的锐化感觉都比较严重了，这里小米则相对自然一些啊，好评。在锐化方面啊，13 Ultra 主观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跟之前表现很顶的蓝厂啊几乎都差不多。OPPO 和华为在拍娃娃的时候，多少都显得有些扎手了。软件方面呢，这次它的取景框做了一些改变，多了一个街拍模式，在熄屏状态下呢，你双击亮键就可以快速开启相机，默认是一个3、5焦段的人文镜头，很熟悉啊。点击右侧的对焦设置可以锁定对焦距离，左侧的距离标尺提示最佳拍摄距离啊，非常适合扫街的时候使用。我们试着用了几次，总体的成片率还挺高的，增加了不少可玩性。我们无意中拍下了这张路边的红薯摊啊，事后在整理照片的时候，这张的明暗关系着实有些惊艳到我们，光影质感非常舒服。这组菜肴1、2、3、4啊，你主观觉得哪张光影质感最好？3、2、1，公布机型，小米这张也非常有质感。当然，不同人对于风格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很多照片你就是觉得它好看，但也就说不出什么具体原因来。套装里面附赠的这个外接镜头圈，还有蓝牙手柄装好之后啊，真有点徕卡相机的味道了。年轻人的第一台徕卡，虽然换不了镜头啊，但是可以套上不同的滤镜，可以用它拍出来这种光线朦胧感觉的画面。可惜这几天武汉都没有出太阳
阳啊，一直阴雨啊，没有发挥出它最大的优势啊。这个手柄做工还挺扎实的，而且是2段式的快门，还有变焦轴，形式感绝对拉满了。街拍模式、快速唤醒都没啥问题。录像方面，我们专门拉上了最强王者 iPhone， 在 4K 30之下啊，这2者都是比较顺滑的。小米在露出天空部分时，整体画面感觉会有一点点偏色。防抖方面有一个超级防抖，还有一个 Pro 啊，2个选项啊。这2个软件呢，其实是对应2个硬件，分别调用了主镜和广角镜头。不过在这2个模式下，最高只能调用 1080p 30啊，没办法啊，咱们就只能在这个画质下对比了。起初看这个取景框，你会发现 iPhone 的抖动更加厉害，但实际最后的成片啊，却是反了过来。总体这次测试下来，这个13 Ultra 作为新一代的影像旗舰，依旧是能给你的都给你了。徕卡调教呢，感觉更加收敛了一些啊，主观上面觉得更加高级了点。相比于之前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恐怕别人不知道我小米有徕卡了，那德味儿必须咱得拉满。但这次真实了，也克制了。更全面的焦段覆盖啊，更出色的长焦，色彩和光影风格更像是一个成熟的绅士啊，给我个人的感觉是更加适合大众使用了。国产这些影像大旗舰卷到现在啊，网上各种吵的是不可开交啊。我们真诚的想说一句，大家都别吵了，这个场景你比我好，那个场景我比你差，真没必要了。大家都很强了啊！到现在啊，你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真的是够用的了。但这些影像都算是一期独立视频了，伙计们啊，记得给我们点波赞，特别感谢。细节配置方面呢，毕竟大旗舰了嘛，配置还是相当全的。然后扬声器方面呢，顶部也专门做了开孔，指纹识别位置差不太多。当然，因为我可能手比较长啊，我感觉稍微偏低那么一点点，也可以不用管动画，直接盲解。对了 ，IP68 防水防尘，大旗舰标配也都有。小米13 Ultra 这台机械意义还是挺重大的，因为之前大家一直调侃啊，米冲高啊，在12S Ultra 的时候算是结结实实的走出来了一步，而且啊，这台机器表现也确实相当棒。在13 Ultra 上呢，大家看的就是小米究竟能不能够彻底站稳，看的就是它了。这台机器我们体验完了之后，这个定位还是4个大字啊，影像旗舰。它的方方面面，包括这个厚重的机身，全部都是为了影像服务的。而且不光是这个镜头卷到天花板，连这个外围配置啊，直接都给你做出来一个相机样了。其他的配置，估计有小伙伴提它这个充电啊，只有90瓦的有线，它的电池容量啊、续航方面啊，都是要为它的影像去服务了。OK， 本期视频出现的所有实测数据，我们都已经在第一时间更新到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更多人的精彩，大概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本期我们连夜爆肝，掉了4218根头发，希望本期点赞能够过4万。哇，这个掉的有点多啊，但是个梦想吧。OK， 不管这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太相近了。